好，我们接下来玩一下56之路的法国。粉丝要求是走史实线，打赢满加强德意，之后再用海军打赢日本。这边为了防止日本赢得太快，我们给这个校长也满加强一下。56之路的法国玩法和原版也差不多，我们开局点不了人民阵线，得等一段时间，所以先不急，把左边的这些国策点了。因为和原版一样有布鲁姆维奥莱特提案，所以我们开局依然是可以把这个阿尔及利亚放出来，让他自己种一会儿。阿尔及利亚放出来，我们也就溃一个工厂，问题不大。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国策会不会搞一个什么内战啊？国策中的科研草还是挺多的，开局点到这儿就有一个，右边的军事线也是点2下就能点出来，所以我们约等于是6槽国家啊，有6个科研槽，能玩的东西就比较多了。但是考虑到我们要最先解决满加强德意，所以我们还是得先拉陆军经验啊。开局的 debuff 比较多，问题不大，我们先种会儿民工，种在北边。生产线的话只有8个军工，也没什么能调的，尽量把这些制造商都给它安排上吧。由于粉丝要求我们用海军打赢日本，所以我们还得再补3个航母。这2艘敦刻尔克都造的差不多了，黎塞留才开始造，不要了。随便乱点一通差不多就可以开局了，所有部队全部拉回家，空军海军训练起来。核算了一下，法国开局有5艘战列舰7艘重巡，打日本的舰队绰绰有余啊，再补3个航母，然后飞机的话1000多架，在这个56里面不算多的，勉强能用。在游戏的开局有一个通货紧缩事件，这个必须完成改革，不然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点这个人民阵线下面的国策。我们需要最快速度点到团结人民阵线，消除混乱的政府。他要求我们没有通货紧缩，所以得不停的贬值法郎啊。看了一眼阿尔及利亚，很识相的点了第一次选举啊，只要他不内战都好说。部队全部拉回家之后，一直显示装备不够，看来我们得大裁军了。对于法国这种民主国家来说，最理想的方案还是医师训练啊，我们是不可能靠派志愿军来刷经验的。我们先留一个师，训练到大概38年底，然后开始造新部队，应该是来得及的，毕竟40年我们才开战。至于节省下来的装备，当然是进入自由市场啊，2万块钱还可以。莱茵南这边依然是提出外交异议，这边可以点一个自动接受的。在36年的5月份进行了第一次大选，公众要求重整军备，我非常同意啊。这边倒是给我们直接跳了一个重整军备的国策，不知道它是什么作用啊，能跳一个是一个吧。然后就是人民阵线自动赢得了选举，接下来就可以点人民阵线方向的国策了。在通货紧缩没消完之前，我们当然是不急的，所以不管它，我们先把科研槽拿到手啊。考虑到我们前期舰队训练会没油，所以先买点油给舰队训练一下，等我们经验攒一攒。关于西班牙的内战我们是不参与的，国策里面有6个军工，早拿晚拿都差不多，因为我们前期产能不够啊。36年航母设计完之后，居然因为超了一点成本不让我造啊，还好这个调整条款还差4天了，4天之后我们就能造了，直接订购3艘啊，我们的这个船坞数量是足够的。很快到了37年的5月份，民工也建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开始猛建军工啊。人民阵线下面有一个分支线，选布鲁姆和达拉蒂区别都不大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拉稳定度的。右边给的这个经济改革减15消费品，当我们开了战神经济之后是没什么用的，所以还是左边比较香啊。目前通货紧缩还差 0.4 了，我们再点一个法郎贬值，再点一个决议就够了。差不多就这个时间点吧，38年的1月份我们可以点团结人民阵线了，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就不缺政治点了。150点数先来个经济改革家，方便我们接下来改法案，如果还有多的可以给校长派个顾问。我们的医师训练也是增加到36宽之后就不加了，现在是每天 0.16 还可以吧。接下来火速点一个戴高乐战略，我们虽然坦克早研究好了，但是一直没经验来设计啊，赶紧拿点经验值。这边选择建造让巴尔，直接送我们3个船坞啊，这还是很重要的。关于中坦的设计，我们财大气粗一点，直接把甲拉满啊，主打一手精盾德国人。之前试玩了一下，发现德国的穿甲深度居然达到了19点，那我们装甲厚度拉到73还是能稳定精盾的。火炮造个4000门差不多了，接下来主要还是造坦克为主啊。到38年底，医师训练的也差不多了，可以开始造部队了，这个就停止训练了。
关于这个国有化行动，减3%产出拿2个军工，感觉不是很赚，但也可以用一下。玩了这么久，突然想起来阿尔及尔忘了吃了，他这边已经有17个厂了，赶紧给他吃回来。很快到了39年底，不知道为什么德国还没有宣战波兰啊，这局是不是有点太慢了？不过我们总算是点完了这个维奥莱特提案啊，这个点完我们直接吞并阿尔及利亚，这样的话工厂一下子就上来了，152个厂。这个时间点72个军工还可以吧，总算是要开战了。56之路开战难道晚一点吗？我们这边也差不多可以改编制了，目前库存里面有7000辆中坦，待会儿搞个步坦师。这边先升级一下2线部队，主要也是因为法国人力比较少，不然我全做主力师了。2线部队也给一个中坦营吧，混个精盾，大概消耗掉我们1600辆中坦，还可以。1线部队就直接最豪华的步坦来一套。考虑到这个56之路是可以在步兵里面塞炮兵的，我们也可以换一点炮兵进来，但是组织度不够了，还是先不整了。坦克厂也已经到6级了，这边先点一个机械天才。有了这么多可靠性之后，我直接把甲拉到14点啊，可靠性的话还可以再加一个弹药架。法国中坦主打一个厚重啊，造价什么都无所谓的。现在90甲了，德军已经无法穿透了。就这样一直挂机到了40年的4月份，德国总算对卢森堡宣战了，我们可以加入一下同盟国作战了。这边直接接受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进卢森堡啊？可以先开一个战神经济。卢森堡在这边有2个地啊，不过感觉已经来不及了，他这个部队已经打得没有黄条了，直接蒸发，走的没他快啊。那我们就不夺卢森堡了。荷兰这边也是管不到，刚刚消完了人力的 debuff， 目前坦克还在做新编制，那就先不改了，先等我们的主力师到48个再改编制。好，到了11号，德国总算宣战比利时了，我们部队直接进入比利时。虽然我们部队有完全的精盾，但是敌人的空军实在太多了，我们这个装甲师也很难守得住啊。再败退要退回国境内了。到这边我们的装甲师完成了到这边，我们的装甲师完成了在比利时的防守工作，接下来就是守一下国境内了。在国境内的话就很好防守了。首先我们是有空优的，德军还没有过来抢这边的空优。然后就是我们自己是有这个核心攻防加成的，本来我们就已经精盾了，再加上核心攻防加成，就是随便守啊。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慢慢消耗德军的黄条，然后等装备等经验了。以防部队不够用，我们再拉12个装甲师，这样的话我们48个师进攻德国还是很轻松的。这边把油买上，开始蹲坑。
在这边和德军玩了一会儿碰碰车，虽然德军也没几个装甲师，但我们还是要不停的进行防守式的进攻，把这个战线给它推回去。毕竟我们的主力师进攻属性比防守属性还要强，所以要不停的进攻来获取优势。蹲了大概2个月就已经蹲掉德军100多万了，我们再打个几个月，差不多就可以反攻了。目前也只是在等这个陆军改革啊，只要改革完，我们的学说花费就没那么贵了，瞬间点完学说直接反攻。其余方向的战线，刚刚可能是不小心操作了一下科西嘉岛的守军，导致这个岛丢了，损失了2个师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损失了10万人啊！又在这边蹲了一会儿，总算是点完陆军改革了，48个主力师也全部到场了。德军直接就不进攻了。科西嘉岛这边貌似被英国一个登陆部队给全部偷回来了。德军不准备进攻，那就轮到我们进攻了。法国本就有计划加成上线，我们学说肯定走这个决战组啊。一下子全点完，我们这个计划值拉满了。点的时候着急了，忘了安排理论家了，先来个理论家。这样子我们山地学说也能点的差不多，给所有部队再换装一下我们的游骑兵。接下来就是攒计划值冲一波大的，可惜我们这个计划值好像已经被压成0了，那只能往前打一打了。目前这个7坦编制进攻能力应该是可以的，直接开始进攻。先试着进攻看看，才发现我们飞机已经全部打完了，已经全部是空飞机了。德军的部队还是有点多的，我们想直接突破有点困难，目前只能找一些薄弱点来进攻了。不过往前推了一段之后，我们计划值上限就恢复了，毕竟敌人的间谍来不及造间谍网啊，我们赶紧给装甲师来一个参谋计划，把计划值直接给它拉满。计划值全满之后，我们的进攻是翻倍伤害的，应该是能打得动河对岸的敌人。
这次使用的还是经典的旋转进攻打法，一次性把德军前线部队全吃掉。不过这些部队感觉也没什么价值了，我们吃完之后赶紧划线平推吧。到了41年的1月底，仅仅消灭了德军350万。接下来就是划线平推了，我们先让所有装甲师到线上把计划值拉满。目前大部分地区计划值是能拉到121的，我们直接激进作战。如果是白天进攻，我们每支部队都是上千的软攻，数据还是挺好看的。花了点时间，总算是消灭了轴心国啊！最后就是登陆一下日本了。感觉这个地没啥吃的必要，我们就把船全部吃回来吧。随便放了几个国家出来。目前来看，波兰还在和苏联打着，不管它。舰载机先造一下，准备给航母上点飞机。因为这个英国并没有傀儡德国，导致我们宣战日本还要再和德国打一次啊！这真没办法。这局没做侦察舰，只能靠潜艇钓鱼了，看看能不能把日本的船全部给它打掉。这边是加上了之前缴获的一些船，我们有1000的重炮，数据还挺可观的。然后我们的海轰也正在建造啊，还没有补满，还可以啊。这一战直接给日本的驱逐舰全解决掉了。这边继续钓鱼。依然是抓到了航母舰队，我们海轰还没补上来，越打越少了。不过驱逐舰也是打得很快啊，瞬间又击毁了32艘驱逐啊！再打一打，日本就没船了。刚刚这一战又是消灭了1艘航母啊，看了一下，200艘不到了已经。不过战列舰还是挺多的，因为没给苏联加强，所以苏联肯定打不动我们这个防线。小弟的话随他们去了。很快泰王国就投降了，然后中国这边也已经推回了一半，接下来就是准备登陆日本了。海战的话还是没什么压力啊，毕竟 AI 的船是分开走的，我们集中一下舰队就随便打了。又逮到一支航母舰队，没什么船了已经，直接给他请客念话。日本最后4艘航母了应该。不浪费时间了，直接登陆，把主要舰队分成2支来保护一下，先协助登陆作战吧。